隐藏在意大利的千年石窟秘境，曾经是意大利之耻，过去称为贫民窟的马泰拉，它经历了一段惊人的转变，从贫民窟变成了文化之都。准备好一起探索这个历史丰富又迷人的地方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马泰拉位于意大利南部，这里的石窟房屋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居住了。早期的石窟房屋是疾病的温床，一户人家包括家禽都挤在一个石窟，只有一个洞穴口，没有窗户通风，卫生环境差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。后来，政府迁移当地居民至新城区居住，洞窟群逐渐变成空城。1980年代，当地政府辅导居民改建学屋，成为餐厅、民宿、饭店和商店。更多人开始重新认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特别是在1993年，马泰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后，这里不但变成很热门的观光胜地，更是2004年耶稣受难记、2017年神力女超人、2020年007生死交战等多部知名电影的拍摄地。2019年，马泰拉被选为欧洲文化之都，这真的是一个里程碑。这个称号不仅让马泰拉受到更多的关注，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和艺术的发展。那么，马泰拉的特色建筑又是怎么样的呢？说到马泰拉，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它的 Sassi 了。这些石窟房屋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，非常壮观。一栋房屋的屋顶同时也是上层房屋的地板，它们的外观看起来像是雕刻在岩石上的作品。走在小巷中，处处都是惊喜。从蘑菇村到马泰拉的车程1个多小时，下车来到马泰拉新城区当地人买菜的市集，市区最大的广场。这3个拱门往旁边看就是洗手间，收费0.5欧元。拱门进去是第一个观景台，好多人啊，大家都在抢位子拍照。人多的地方就是有街头艺人表演，累了坐在广场休息，还可以听演唱。观景台看出去是老城区的石屋群，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错觉，以为来到了耶路撒冷？正前方看到的是马泰拉主教座堂。主教座堂在马泰拉的最高处，市区广场为托里奥维尼托广场，地下蓄水池就位于广场下方。曾收集雨水及山上水源供应民生，如今废弃开放参观，票价3欧元，赶时间的话可以略过这个景点。意大利的教堂多得跟我们的超商一样，
意大利平价美妆 Kiko Milano。建于13世纪的马泰拉圣佛朗切斯科教堂，门上方壁龛内有一尊圣母像。炼狱教堂于1747年建成，大门正面是一系列与死亡和灵魂救赎相关的装饰，从木门上的骷髅头到顶部的天使。这座教堂又称为骷髅教堂。天主教认为，炼狱在天堂与地狱之间，家人亲友为生前有轻罪的天主教徒亡者祈祷、捐款、望弥撒，帮他们净化灵魂，可以早日脱离炼狱，上天堂。这座树雕艺术品很特别。广场走到底是兰弗兰基宫。2003年，宫殿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。博物馆前有件巨大水滴状艺术品。面对博物馆往左走，就是第2个观景台。这边比第1个观景台视野更广阔。那个是水啊，引到家里去啊。对，要把它接起来然就可以用。后从那个管子有没有，有一个像喇叭那样子，那个哦，上面那个咖啡色那个，就流到家里去。对对对。哦。来到第3个观景台更壮观，在格拉维纳河隔开的对岸山区，是旧石器时代最早开发的石窟。好佩服这些在峡谷中践行、穿过吊桥、徒步往上走至石器时代的 Sassi 洞穴，我看了就腿软，有句高正。被称为蒙特罗的大岩石，巨石顶端有个十字架，上面有2座石窟教堂，非常醒目的地标。在马泰拉就是有走不完的阶梯。又看到石窟教堂，计程车和观光巴士停靠站。从圣彼得卡维欧索教堂前的观景台看出去的是电影拍摄场景。在马泰拉观光时间才2小时，要是有在此过夜，我就上去石头教堂了。在圣彼得教堂旁可俯眺穆尔吉亚悬崖景色。
下方是格拉维纳河峡谷。中午来到米其林推荐餐厅，我们要在洞穴餐厅内吃午餐。虽然是米其林推荐餐厅，但是我比较想在可赏景的悬崖餐厅用餐。牛夹肉，要吃牛肉的吃猪夹肉。意大利的酒庄红酒也是有名的。每餐几乎都有的面包。上面这个像波卡洋芋片，这个呢好像烤布丁哦，还是烤布雷啊？猪夹肉，饺子，这里面就是番茄跟蔬菜。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